那来了，新玩具阿帕奇重置的这一款 2.0 的声波，盒子的外包装依旧是这种矢量图的一个效果，画的还是挺有气势的。纸品方面，彩色印刷的说明书配件的内容，这2根爪子我们现在已经组合好了。软胶的材质啊，里边有铁丝来固定塑形，上面这些爪头也是软胶的。其实所谓 2.0 的声波啊，就是在整体的一个涂装上面做了重新的一个处理，而且身上做了这种消光的磨砂表面啊，就不会像原先的那个声波那么亮闪闪的了。因为毕竟是一个飞机嘛，所以做成这种消光的效果，我觉得会更好一些啊。背后的激光鸟，之前我记得是不是说错了？激光鸟这个小头是头啊，这边是头。其实它应该更像是蝙蝠精的样子，上面这些刻线，包括渗进去的这个粉紫的感觉，也挺赛博朋克的。上面这些细节的地方，涂装倒是做得很细腻。而且这一回呢，也是终于把这个手改成了黑色。那我们直接来开始变形吧。其实毕竟也是一个老模具了嘛。整个的打开，腿分开，胳膊分开，然后这一块往上翻。脚踝这个地方好像比原先的版本紧了一些啊，不过倒是这地方是个螺丝，如果感觉太松的话，自己稍微拧一拧。腿弯折一下，膝盖放下来。霸天虎的造型，鸡腿，这个关节反过来拧过来，然后大腿根部这里有一个小的关节，稍微的撇一下。腿就分开了。我们继续往上变形之前，先把这个腰部往下折一定的角度，把后边这里露出来，背后这里打开。那阿帕奇的版本声波呢，这个地方取消了之前的一个弹簧机构，在官方原版里边，这个脑袋是可以自动弹出来的，它把那个机构取消掉了，需要手动的变形。脖子立起来，然后把这个地方的关节卡到位，注意边缘的倒角。让过这个地方，卡上去，后边卡扣打开，旋转放下来，接着在翅膀的这一侧里边有一个暗口，把它撇开，把里边的手折出来摊平，最后把激光鸟飞下来，卡上去。翅膀贴合，挂好，翻到后面螺丝孔的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把这个零件扎上去。其实按原版的比例来说，应该是一个 D 级别。阿帕奇这个版本算是放大了一圈的，也是为了更加配合其他的霸天虎角色。驼背的感觉摆好以后，我们和之前的 1.0 版本进行一个对比。首先在涂装的细节地方，原先在刻线里渗进去的这个粉色、紫色的这个条纹啊，现在的新版本做的更浅了一点点，也是更还原动画一点的造型。手这回涂成了黑色，这个是更还原设定级的，包括面部的一个涂装，原先是一个紫色的，这回也涂成了黑色。再加上爪子头，爪头原先这里是一个青蓝色的塑料色，这回爪头这里变成了银漆枪铁色，这回会更有金属质感一些。然后就是整个的一个身上的处理效果呢，原先是那种非常亮面的光滑处理啊，新版本的这个呢就做了那种类磨砂的消光处理。其实对于飞机的玩具来说，这样才是更正确一些的啊，感觉。而且整体对比看起来颜色方面会比第一个版本颜色调的稍微正一点，我觉得 2.0 的这个颜色起码会更还原动画片里边的那个色阶，那个青蓝的感觉。那这样一对比 1.0 的这个有点太蓝了， 2.0 的这个发灰一点点才是正确的。这回的调色调的还是非常讲究的。
上边的尖刺，包括脸颊这个地方，也用了那种银灰的枪铁色。原版的这个上面其实也有一些灰色的处理，但不是太明显的吧。模具方面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动，也是为了符合动画片里边的一些形象吧。再加上整个身上一个表面处理以后，我会更喜欢这样的一个磨砂质感。确实，如果仔细对比起动画片里面的样子啊， 2.0 这个确实会更还原一些。1.0 的那个呢，一开始看也不错啊，这就是说凡事啊不能比。2.0 往这里一放，瞬间觉得 1.0 它就不香了呢。2.0 的这一款声波呢，个人感觉在涂装上面下了一些挺多的心思啊，这个效果确实不错，挺好看的。那么得，这款阿帕奇 2.0 的声波大概就是这样了。